老爸，你怎么在这边？我再来这里练妹啊！欢迎来到波比四只猫的频道，我是大奖。今天呢，我特别起了一大早，从新北骑车来到竹东这一家早餐店叫做阿胖豆浆。那超多人排队，刚刚排超长，我还排在那个汽车那边的位置那这一家早餐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那个蛋饼啊，是那个板条，客家板条的蛋饼，然后薄薄白白的一层然后打上蛋。然后撒满整个韭菜我刚才这样吃一口超满足的，整个牙缝都卡满了韭菜。那这家早餐店值得你们来吃一下就在竹东这边，然后骑那个台山线那个竹东加油站，然后弯进来一直骑就到了那你也可以 Google 搜寻阿胖豆浆。今天不是特别骑车来吃这个阿胖豆浆啦，今天是要参加这个 Suzuki 的这个车主活动。那刚好我的小油鸟买了也快1年了，那今天就顺便拍这个影片来跟你分享关于我骑这一台小油鸟接近1年的车主心得。OK， 我们先去那个车主活动现场 ，Let's go。6月初，我在 Suzuki 的官方粉专看到一个活动 ，Wisdom 车主专属冒险日，报名费只要700元，包吃包喝还送礼物，重点是还能在苗栗的山里欧北骑一波。这么好康又好玩的活动，名额只有30位，我当然毫不犹豫，立马汇款报名，先抢再说。我是在2024年8月签了这台 Wisdom 250SX， 原本就打算当通勤代步车使用，趁着车主冒险日这个机会，来跟你们聊聊我这1年来对这台车的使用心得。这支影片会穿插我这1年所累积的影像素材，让大家看看我骑这台车的真实日常。没有包装，没有置入，实话实说，真实呈现给你们观看。老爸，你怎么在这边？我再来这里约你妹啊！你妹在不在？好，谢谢。好，现在呢，我已经完成了报到手续然后等一下呢，跟这一群Wisdom 车友家族一起去参加今天的蓬莱林道的活动那蓬莱林道呢，我是第一次骑啦，我以前也是没骑过。那听说现在蓬莱林道已经铺满了水泥铺装路非常的 easy。那今天因为带很多车友，应该是不会骑支线那种难的应该是不会骑。那我们今天呢就边骑边聊，然后来聊一下关于拥有 Wisdom 小油鸟1年车主的使用心得。我们待会见。现在这个车阵真的很长前后加起来30-40台车应该跑不掉了。然后现在速度慢慢的嘛，平均的话不到40公里然后因为速度很慢，所以它平均油耗大约来到了36.6每公升那因为还没进到林道嘛，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为什么会买这台车的原因。我每天上班都要骑车爬坡上山，这段路程是不远，但对机车来说是场硬仗。原本那台旧车传动早就被我超到快散掉了，后来换了一台新车，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治标不治本。再新的车只要天天爬坡，传动一样吃不消。结果不到1年半，我就觉得车子有点怪怪的，传动声音、顺畅度通通都不对劲。更惨的是，这台新车从签车第1天我就受不了它的避震，硬得要命。每天上下班，我的尾椎骨都震到很不舒服。有一天回到家，我终于受不了了，决定要换车。不知道为何，脑袋就立刻浮现小油鸟这台摩托车。当下我就上网随便找了个业务，卖掉旧车，同时准备签新车。整个换车流程前后不到1个星期就搞定，这个速度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换了这台车之后，真的就像我期待的那样，
不用频繁的维修保养传动，上班通勤又省油。大尺寸轮胎再加上避震，柔顺很多了。我的尾椎骨终于获救了，放假还能骑着它小野一下，来个短途的小冒险。买了这台车啊，感觉整个人都自由奔放了呢。不要停！不要停！我要停下来了，够，能够够。持续补油，持续补油。然后每一台车保持一个基础距离。好。假设前面车停，你才能够超过它。好，我在前面先走。好，谢谢林志玲老公的解说。行，兄弟，换你上了。OK。持续给油。眼睛看前方，这个阿 Kira 教练教的，持续补油，持续补，站起来骑，持续补油啊，兄弟，持续补啊！哦，好滑啊，好滑啊！慢慢来。看我的后轮有 ABS， 我刹不住啊。没错，等一下他们，稍等一下他们。对，有 ABS 真的刹不住哎。没错，但是不会摔，哈哈哈哈。哦，不会摔啊。ABS 的目的就是让你不会摔，但它没有要让你刹住，哈哈哈哈。耶，来了 ，Go Go Go！ 低档会有。你看，我是刚好下面卡住那个石头，爬不上来。哦，对，没有，我跟你讲，现在最快的方法就是放倒，直接放倒吧。可以啊，放。然后嘞？然后把后轮脱离开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哦。好，然后就可以立起来。哎呀，你油门要大一点，因为这里是沙地，你的动力会被吃掉很多。是哦。对。你这边都半离合在骑，对不对？没有，不用半离合，直接油门灌。油门大一点就可以了。蓬莱林道。好啦，刚刚帮这些不熟不认识的车友帮他们录一下哦，给他们有一个小小珍贵的回忆。哎，怎么会有车停这边是怎样？怎么了？车有问题？好。车有问题。车有问题。滑倒是？我不知道。你的那个熄火再开啦，你刚才滑倒，熄火再开应该有。
对啊，要熄火再开啊。啊，他人没事吧？没事。踩后山就好了。那走了吗？好，走。好，距离拉开一点。好的。那个滑倒，刚刚那位车友滑倒，我想说怎么大家都停了？谢谢你。那个装备还是买一下啦哦，那个虾皮999，再次强调哦，那个你还不知道你对这个越野有没有很大的兴趣，要不要完全投入之前呢？简易装备至少简易装备买一下吧，对不对？虾皮999啊这种的护膝护肘的买一下啊，会就是对自己比较好。不然，假如你穿个短袖来参加这个车主活动，跌倒，然后受了伤，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真的，1、2千块、2、3千块可以搞定的事情，那就先挡着用吧。当未来真的有兴趣了，然后兴趣越来越浓了，哦，越来越疯狂的时候，我们再来升级比较好的装备。那刚刚分享完了这个3条。算是3条嘛，第一个就是我之前去骑的那个力霸矿场嘛，然后后来又跑去沙滩嘛、海滩嘛，今天又来骑这个第一次来的这个水泥铺装路的蓬莱林道哦。那我个人觉得哦，因为老实讲啊，你会想要买这种车，你当然会想要试一下它的越野能力如何啊，就是大家都会对这种车有充满幻想，你知道吗？哇，我看到这种车。哦，我就被飞踢正杯，抱歉，并没有哦，你不要想太多哦。这个就是多功能车，那真正的越野车，人家是有钢丝框的好吗？前21，后18寸是标配好吗？小油鸟这种车啊，它就是简单的，像这种简单的非铺装道路，你来骑一下、玩一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 OK 的哈，这个就是关于小油鸟在轻度越野非铺装道路的分享哈，那分享给你们知道这样哈，那我们来进行下一个分享。那我的小油鸟呢，有改装或者是加装什么吗？来，我跟你分享一下哈。第一个，我装了闪双黄灯的功能哈，原厂的话它是没有闪双黄灯的功能。这个的话哈，我是请店家帮我上虾皮去买开关总成啦，然后他们直接回来就直上了，然后现在多了一个闪双黄灯的功能。那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中柱哈，原厂它是没有中柱的，它只有侧柱。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中柱很重要，是在洗车啊或者是停车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哈。这个中柱呢是台湾厂商的，有好几家哈，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寻。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改的那个磁石的卸油螺丝，因为小油鸟的它的原厂的卸油螺丝，它规格很特殊啦，然后我曾经上网找也很难找，后来发现呢，原厂 Suzuki DL650，它的卸油螺丝本来就是磁石的，而且规格跟小油鸟一模一样，然后才100多块钱，非常的便宜。所以就直接跟原厂叫料叫了一个 DL650的磁石螺丝来给它锁上去哦。那接下来还改了什么呢？后照镜哈，因为我觉得那个后照镜哦可以弯折，非常的方便哦。那这个后照镜呢是春风 MT450的后照镜哦。那台湾呢已经买不到春风450哦，所以买个后照镜来过过干瘾也是不错啦哦。那最后一个我还改了什么呢？就是前后刹车来令片哦，那这前后刹车来令片就是台湾某一个动物品牌的来令片啊，这个我也不方便多说什么，他也没找我业配好不好？所以就是动物牌来令片哦。那之前我在 XIDV 我也是改这个动物牌来令片。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个小资改装的东西啦。其实我这个人也不是很爱改车啦，反正就是改一些我觉得实用的东西。那至于小油鸟的保养呢，刚好今天我来到了阿冠老板开的店东山车业，顺便来换个机油啊。你们假如要买新地压力，也可以来这边换机油。好，
那小油鸟的保养呢，其实我觉得它保养不算贵，很便宜哦。你看，大约1200cc 的机油跟一些基本的耗材啦。哦，那机油的部分呢，就是看个人哦，你想要用什么机油都可以。那小油鸟的保养，我觉得真的算很便宜，很便宜啊。那这些机油的话是我自备的，然后我再付老板几百块的工资这样。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换啊，会比较省一点。可是我个人是还蛮懒的，而且我换下来的机油，我觉得还要自己去处理倒掉，我就选择来给老板换一下机油哦。这家老板哦也有在修那个 Suzuki 的 DR 哦，所以他对 Suzuki 的引擎有稍微小熟啦哦，就来这边换哦，我觉得是对我来说非常的安心跟放心啦。轮胎的花费呢，我从原厂骑到现在哦，轮胎还那么厚，我还没换。那轮胎这种事情呢，可便宜可贵哈，那就看你怎么挑。那这边我就不再多赘述了。这些就是关于我改了哪些东西，装了哪些东西，还有小油鸟大约的保养费用是多少哈，简单的来跟你分享一下。现在这个一整排望过去啊，几乎每一台都有装后箱啊。那你可以透过影片看到我的车哦，我的车是没有装后箱。没有装旁边的包包，连后面侧边的马鞍包侧箱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呢？来，我跟你解释一下。讲到小油鸟的通勤嘛，因为这一台车哦是我的通勤车。那通勤的部分呢，我觉得跟速克达比起来，还是有一些不便之处啦。因为速克达它那个坐垫打开来就是箱子嘛，那这个没有。你看我没有装后箱啊，也没有装两边的侧箱或者是马鞍包都没有装，所以我平常上下班呢，就是背这个包包，哦，就背在后面这样，哦，然后就背着上下班这样出门。为什么我不装后箱？因为装了之后它真的会比较长，然后在我家的社区啊，我这个就停一般机车格嘛，然后停进去的时候，那个屁股会比较长一点，哦。那装两边侧箱或者是马鞍包呢，它也会整个车就会胖了一点。我个人觉得啦，对同栋住户啊，还有其他的邻居一样都停 Autobike， 我觉得我会有点不好意思啊。对，那当然装那个很方便啊，可是我觉得造成停车的困扰啦，不管是在自家的地下室，或者是出去外面一般的机车格，我觉得装的那个东西真的会比较难停车。我的通勤车就是这样，背着一个包包上下班，然后目前到现在骑了接近1年了，也没有对我造成有什么样的困扰，反正就背了一个小包包出门，我觉得都还好。那像我今天出来拍日出跟云海哈，你来看一下。我刚才就侧身背这个空拍机的背包，然后呢，这边呢，我的背后呢又背了这个包包，然后装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这样一路骑过来。这个就是它跟其他的通勤车，就是一般速克达比起来，比较不便之处啦。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还好，让你们参考一下。早上骑完蓬莱林道，车队随即往餐厅的方向前进。为了让我们中午能多吃几碗饭，活动领队又带我们在苗栗的山里绕圈圈，消耗我们的体力，同时顺便迷路一下。虽然是骑错路，但我觉得反而更有趣，因为这些路我以前从没骑过，每转一个弯都是新鲜感。在陌生的山路中钻来钻去，那种未知与探索的感觉，完全呼应今天车主活动的主题——冒险之道。骑了1个多小时后，我们也顺利抵达活动现场。虽然体力有点被榨干，但心情更加的开心，因为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的休息，吹个冷气了。那目前呢，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今天那个吃中餐的地方，来给他吃一下中餐。那刚刚经过这样一个早上的折腾哈，我相信等一下白饭一定可以吃很多碗，真的相信我。我现在有点饿又有点渴，很想赶快进餐厅去那个吹一下冷气这样。好了，先让我吃个饭。那吃完饭呢，等一下再来跟你继续分享关于小油鸟的车主心得分享。Let's go。在用餐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请各位长官们上台讲几句话。有远从日本来的长官、研发团队、原厂试车手，还有越野界的网红老八，以及台湾的 Suzuki 长官。除了吃饭和致辞，现场还安排了互动游戏、抽奖送礼物。
整个气氛超热闹，也让这场车主活动多了不少趣味和惊喜。那刚刚呢已经吃饱饭了哦，在这个官方办的活动呢，就是玩了一些小游戏啊，还有抽奖。然后我刚才抽到了一个手机吊饰，还不错，反正不要空手而回就好了啦。然后呢，关于这台车小油鸟，我想要做一个总结。可是，在总结之前呢，我觉得要问一下现场的车主，他们对这台车的优缺点的感想是什么？不要整个影片都我一个人在讲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有失公平。那另外，我强调一下，虽然我是小油鸟车主，那今天参加这个 Suzuki 活动，他们也没有邀请我拍摄这个影片，是我个人发自内心，我想要分享这一个影片。我自己也缴了报名费啊，自己也是跑来自己下去骑这样。那我们来找1-2个车主来分享一下关于他们心目中的小油鸟。好，我们现在来访问到这一个小油鸟的车主，这是他的车。那请问这位车主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君子，你可以叫我橘子。橘子 ，OK， 好。那请问一下，你拥有这台车大约多久了？这台车我是首批车。那这样你拥有蛮久了。你这样骑下来，你觉得这台车，你可以帮我讲出3个优点吗？3个优点是，第一个，它这台车大台，你可以挺立的骑，它很适合长途，很适合长途。然后第2个优点呢，它看起来很帅，它可以挂看起来很3项。帅。市面上目前没有那个一台白牌可以挂3项很帅的车子。还有吗？第3个？第3个嘛，我觉得它就是我梦想中的油鸟啦，因为我还没办法买得起大鸟的车，我觉得先实现一个小梦想。那讲了那么多好处，那我们也来讲一下真心话啦。这一段期间骑下来，它有哪3个缺点？你可以帮我想一下3个缺点吗？它是优点也是个缺点，它很大台，在市区的时候超级难停车，很难停车，超级难。一个缺点。然后嘞？然后其实我自己骑之后才发现，它椅子算偏硬，偏硬哦，骑长久屁股很痛。哦，个人是这么觉得。所以你才加装这个东西，对不对？对。哦，这个真的有差吗？有差。有差，还是可以骑久一点点而已。OK， 那有没有第3个？第3个，如果后座的话，后座会说很难坐。怎样个难坐法？也是椅子偏硬。椅子偏硬哦，就没办法骑长途。了解。没办法坐长，就很适合单人公路旅行。我个人是这样啊。了解，谢谢你的分享啦。到时候会帮你剪进去。好，好，谢谢啦，拜拜。拜拜。然后我们现在访问到第2位车主，请问您叫什么名字？我叫马克。可以跟你问一下，你拥有这一台车大约多久了？2023 12月。那这样也蛮久的哎。那你这样长期骑下来，你觉得这台车在你心目中有哪3个优点？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我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很喜欢骑车环岛的车友，然后那时候其实最主要是在日本骑到了 DL250，然后在台湾看到的时候，我就哇，原来台湾有这款车，所以那时候就抢先就是订了第一批，实际上拿到了之后，那么大台车有动力，加92然后油耗很漂亮，因为我另外一台速可达才170几 CC， 油耗都没有它漂亮，更何况它动力又比较大。虽然那么大台，我很喜欢跑山路，那跑起来这个倾角因为够大的关系，所以跑山起来也很过瘾。那听起来还蛮不错哎。那这么多优点，在你心目中这台车有缺点吗？你可以帮我讲3个吗？我觉得如果当通勤车，如果是像我们在市区上班的，找车位就是有点头痛，车身太长了，对不对？对，然后车重也确实重，因为像有人在问说，这台车适不适合我自己？我会很诚实跟他讲，你的腿应该要够长，不然就是你的体重要够重，不然骑起来确实会有一点不安定感。那如果你能够克服的话，我觉得这台车就蛮适合的。了解，好，感谢你的分享，谢谢马克，谢啦。好，谢谢。那现在呢，大部分的车友都离开了，那我的部分呢，我们就上路边聊边骑边讲 ，Let's go。在活动的最后，现场还开放车友们试跨全新的 GRG， 不少人也把握机会和漂亮的主持人拍照留念，顺便也来个团体大合照。活动结束后，车主们也陆续启程返家，在北上的途中刚好遇到一场午后大雷雨。衣啊，我也懒得穿了，就这样一路风雨无阻的骑回台北。今天的车主冒险日让我吃得饱，骑得很爽，还淋了个透心凉。整天下来虽然很累，但真的玩得很尽兴。
谢谢台湾 Suzuki 办了这一场热血又好玩的活动。很出席，让你看一下时间，已经快接近6点了。然后我从那个温泉那个会馆，就是我们那个吃饭的那个地方啊，大约接近3点20分离开，然后呢就一路这样骑到这边新北市的大都会公园，我家快到了。整路都没在停的啦，那个什么暴雨啦，然后打雷啊，都在我面前都没在停，没在怕，一直骑到我让他屁股快烂掉了。那今天来为这个影片做一个结尾刚刚请2位车主分享关于他们对这个小油鸟的这个优缺点的这个想法。优点其实我跟他们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啦，什么油耗啦，车子外观很帅啦。那另外一个他们没有提到的优点，然后我这边讲一下。小油鸟249cc， 白牌没有路权。可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不用验车啊！这个不用验车，对我这种把它当上下班车来骑的话，比如说假设说5年一到或10年一到那种半年一验啊、1年一验的那一种，对我来说真的是觉得很麻烦啦。我觉得不用验车真的是很棒。那当然啦，相对的，因为它不用验车嘛，所以它不是红黄牌，它没有路权。去比较远的地方，透过高架桥啦，或者是快速道路啦，我们可以大约缩短这个交通时间。红黄牌有这个路权，有这个好处，可是白牌呢？抱歉，你就是乖乖的走平面道路。小油鸟也有它的缺点，我觉得其中一个缺点就是它的 ABS 不能关掉。当然啦，它不是为了越野而设定的。比如说像我之前去骑那个力霸矿场啊。它那个碎石路整路这样骑下去，我是这样滑下去，我刹都刹不住，我后轮踩死还是这样慢慢滑。所以呢，这台车呢真的是比较适合轻度越野啦。小油鸟它的优缺点你可以衡量看看啦。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然后也穿插了我各种心得的影片，这个就是我小油鸟接近1年的车主分享啊，心得分享。那假如你对这台车有兴趣呀，希望这一部影片对你有帮助。那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大翔，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拜拜。刚刚加满了油这个油加到洞口摇晃一下车身，应该看得到了我加到洞口这边，然后我总数加了多少呢？加了307块11.31公升，那我加的是92然后这一桶油呢，我打开这个油表让你看一下。现在荧幕有点反光了，太阳太大。我觉得这个反光也是它小油鸟的缺点，有时候会看不太清楚，没关系。来，让你看一下这一桶油在还没加满之前，我是跑了444.4公里，那平均油耗是38.6。那这一桶油呢，是6月29号礼拜天车主活动的那一天，我把它加满油，到今天7月4号礼拜5的早上。OK， 我现在把它归零，我的习惯是归零归零。所以这个就是小油鸟的油耗表现，让你参考一下。